杜悠悠因为和男友吵架，独自在家喝酒到酩酊大醉。可杜悠悠不知道，就在她陷入沉睡的时候，一道身影竟偷偷进了她的家门。来人摸了摸家里的狗后，就进了房间。男人短暂犹豫后，开始伸出手，在杜悠悠的身上贪婪地游走。而杜悠悠以为对方是自己的男友，竟也热烈地回应了起来。第二天，杜悠悠醒来就大喊男友张文军，结果却无人应答。杜悠悠马上拿起手机拨通了张文军的电话，问他今天什么时候回来。不料张文军的语气却仍是怒气冲冲，让杜悠悠别问那么多。杜悠悠顿时恼怒地说：“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，天一亮就变脸。”可张文军却说，他昨晚忙到半夜，在公司宿舍只睡了2个小时，就又去上班了。紧跟着就挂掉了电话。杜悠悠闻言顿时愤懑不已，怒骂男友做了还不承认，真不要脸。然而杜悠悠不知道，男友张文军真的没有骗她。就在张文军不在家的时间里，一个可怕的危机早已降临在杜悠悠身边。而两人吵架的原因，是因为养狗和晒朋友圈引起的。杜悠悠是个爱狗人士，经常投喂流浪狗，还喜欢将照片分享到朋友圈。可这天小区的一个大妈却怒气冲冲地跑来向杜悠悠索赔，说杜悠悠的狗咬伤了她孙子。杜悠悠急忙反驳说自己的狗还在家里，怎么可能咬伤人？不料大妈却拿出手机展示了一张杜悠悠喂狗的照片。杜悠悠急忙解释，照片上的是一只流浪狗，并非她的。然而大妈却不肯相信。好在小区附近开宠物店的刘文勇挺身而出替杜悠悠作证，大妈这才悻悻离去。经此意外，一直反对女友养狗的张文军对杜悠悠是更加不满，觉得杜悠悠让他丢脸了。数落一番后就丢下杜悠悠离开了。杜悠悠担心大妈不会善罢甘休，就加了刘文勇的微信，以便后续有事的话再麻烦对方。殊不知，一个天大的祸根也就此埋下。因为先前的事，杜悠悠和男友在家里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除了养狗，张文军还一直劝杜悠悠别有事没事，就在朋友圈曝光自己的私生活。可杜悠悠从不听劝，结果今天就出了这档子事。吵到激烈处，张文军直接丢下女友，以加班为由搬到了公司的宿舍。杜悠悠气不过，就跑到外面借酒消愁，结果却意外偶遇出来吃饭的刘文勇。见杜悠悠独自喝闷酒，刘文勇下意识地问她男朋友怎么没一起来。醉意朦胧的杜悠悠直接告诉刘文勇，男友正在跟她闹分手，希望刘文勇能陪她喝2杯。可这一喝，杜悠悠直接喝到酩酊大醉，最终在刘文勇的搀扶下回到了家门口，不料却发现钥匙落在餐馆了。刘文勇见状便提出帮忙回餐馆去取，可杜悠悠却叫住了他，说自己有绝招。紧跟着就当着刘文勇的面，从门口的脚垫下取出了一把备用钥匙，打开了家门。杜悠悠最后跟刘文勇道谢后就关上了门，却没看到刘文勇别有深意地瞅了一眼脚垫，将其摆好后才离开。第二天张文军回来，看到杜悠悠满身酒气，顿时又气不打一处来。杜悠悠还以为男友是来哄自己的，结果张文军却是来收拾行李准备出差的，两人当即又大闹了起来。赶时间的张文军并不想多做纠缠，直接离开了。可张文军不知道，就在自己出差的这几天时间里，女友却出状况了。这天，杜悠悠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回家，竟然发现有人喝了家里的牛奶。这牛奶原本都是放在冰箱里的，杜悠悠当即认为是男友回来了，马上给张文军打去了电话，询问对方今天是不是回来了。可张文军却说自己还在外地出差。杜悠悠闻言心里隐隐不安了起来，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是直接将她吓得魂飞天外。这晚，杜悠悠正悠闲地玩着手机，可外面突然传来了开门声，这顿时吓坏了杜悠悠。她随即大喊谁在外面，见没人应答，杜悠悠又试探着问是不是男友回来了，可门口却就此安静了下来。越想越害怕的杜悠悠马上给物管打去了求助电话，没多久物管小刘就赶了过来，可此时门外已经没有其他人。杜悠悠第一时间让小刘查监控，看看到底是谁开他家的门，结果却被告知这一层的监控坏了。杜悠悠闻言顿时怒火中烧，说没了监控，那他住这里也太不安全了吧。小刘第一时间道歉，表示监控坏掉的问题前2天已经上报了，只是还没联系到售后。杜悠悠顿感无奈，最后一次催促小刘跟进维修的事后就关上了家门。可悬着的心还没落下，门却又被人敲响了。杜悠悠的神经瞬间又紧绷了起来，而这次竟是宠物店的刘文勇来送小狗的磨牙棒的。刘文勇已经多次送宠物用品给杜悠悠了，杜悠悠不好意思，便想转钱给刘文勇，但却被刘文勇婉拒了，说是代理商送的试吃品，不用钱。两人对视间气氛突然不对劲了起来，刘文勇似乎在期待什么，但最终杜悠悠还是以时间太晚，让刘文勇早点回去了。第二天，杜悠悠再次询问物管监控的事，
可小刘却回复，监控的厂家已经倒闭了，维修的事还得推迟。为了平息杜悠悠的怒火，小刘表示晚上会多巡逻杜悠悠的楼层。没想到这天晚上真的有意外发现，一个陌生男子竟偷偷地来到杜悠悠的家门前，发现四下无人，陌生男人竟拿出一把钥匙打开了门，结果被埋伏在暗处的小刘抓了个正着，直接带到了派出所。当杜悠悠赶到后，第一时间质问男人是什么意思，房子都租给他了，怎么还有我家钥匙？男人急忙解释说是房东给的，原来男人是房产中介，当初杜悠悠就是在他手上租的房子，由于房东的儿子出国回来，房东就想将房子提前收回去，可合同还没到期，杜悠悠自然不肯，结果中介就想耍阴招，试图让杜悠悠知难而退。此时杜悠悠迫切地想知道中介到底去过他家几次，结果中介却表示只有这一次，而且还没能得逞。杜悠悠闻言心里又困惑了起来，以防万一，杜悠悠准备换掉家里的门锁。而无意间，刘文勇得知了此事，他马上自告奋勇，帮杜悠悠更换了家里的锁。而随着男友张文军出差回来，杜悠悠家的怪事就没再出现过。可一个意外却又打破了这一切。在购物节这天，杜悠悠没忍住，瞒着男友动用了2人的购房储备金，疯狂购物了一番，完了还将张文军手机中的消费短信偷偷删掉。可结果还是被张文军发现了端倪，两人再次发生了争吵。张文军觉得杜悠悠特别不懂事，他那么信任杜悠悠，可杜悠悠却跟他玩花样。张文军最终摔门离去，又住到了公司宿舍。而杜悠悠也是愤懑难平，她将这次的争吵以及心情分享到了朋友圈，试图向男友表达自己的不满。可她不知道，有人看到这个信息后却居心叵测了起来。这天杜悠悠下班回到家，刚想给小狗喂狗粮，可却意外发现已经有人喂过了。困惑的杜悠悠又来到厕所洗手，结果却发现抽纸也被人用过了，因为她记得这包纸巾拿出来的时候是未开封的。家里的种种反常让杜悠悠忧心忡忡，于是就打电话给男友发牢骚，却不知道张文军此时正在医院陪护突发重病的父亲。张文军并没有告诉杜悠悠父亲重病的事，而是草草挂掉了电话。郁闷的杜悠悠觉得男友真的不在意她了，独自在家喝起了闷酒，没多久就喝得酩酊大醉，摇摇晃晃上了床。可让人惊恐的是，到了深夜，一个陌生男人竟偷偷进到了杜悠悠家。家里的狗对他似乎很熟悉，抚摸完狗后，男人径直来到了杜悠悠的房间。短暂犹豫后，他的手就在杜悠悠身上游走了起来。杜悠悠以为是自己的男友回来了，在醉意朦胧中和对方发生了关系。然而第二天，杜悠悠却从男友那得知，昨晚男友根本没有回来。杜悠悠顿时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，怀疑自己是否是酒后出现了幻觉。可昨晚的肉体接触却又那么的真实。就在杜悠悠忐忑不安的时候，刘文勇出现在了她的面前，约杜悠悠一起看宠物展。因为这个插曲，杜悠悠似乎忘记了心里的不安。直到男友回来，两个人和好后，杜悠悠才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：张文军将父亲患绝症的事情告知了杜悠悠，并告诉对方最近自己都在医院照顾父亲，没有回来过。杜悠悠闻言，脑袋瞬间炸开了。你没有回来过，那会是谁啊？张文军的话让杜悠悠脊背发凉。如果男友一直都没回来，那印象中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杜悠悠越想越害怕，于是她很快又找人换家里的门锁。可这次她是叫外面的师傅，并没有找刘文勇。刘文勇看到后，马上问杜悠悠为什么不找他帮忙。杜悠悠显得有些尴尬，说她和刘文勇只是邻居，而且男友也有点介意自己和刘文勇走得太近，所以还是保持一点距离比较好。知道杜悠悠和男友和好后，刘文勇的脸上莫名爬满了不快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家里的门锁换新的了，自己又和男友和好了。杜悠悠以为噩梦能就此结束，却万万料不到，接下来的一个意外却直接将她的生活推向了深渊。这天，杜悠悠和同事聚餐的时候，故意猛灌自己酒，并跟同事说喝醉了就可以让男友来接她了。接到电话的张文军确实放下父亲，将酩酊大醉的女友送回了家。可由于父亲那边走不开，张文军安顿好杜悠悠，关好门后就又返回了医院。殊不知，一个恶魔正偷偷观察着这一切。第二天早上，杜悠悠满心甜蜜地醒来，马上给男友拨去了电话，结果却被告知男友昨晚都在医院。不对啊，你昨天明明回来过夜了呀。杜悠悠，你是不是酒还没醒，记错了？张文军挂掉了杜悠悠的电话，可杜悠悠却再也无法平静下来，仔细回想着昨天看到的模糊人影，再看看不着寸缕的自己，杜悠悠马上又联想到了第一次的经历，最终惊恐地意识到自己出事了。
短暂犹豫后，她再次拨通了男友的电话，并报了警。警方很快到杜悠悠家取证调查，没多久，警方就通知杜悠悠人抓到了。而杜悠悠万万料不到，这个先后2次侵犯自己的人，竟然就是自己的邻居刘文勇。刘文勇在逃跑当天被警方抓获。据刘文勇交代，他自从发现杜悠悠和男友感情不和，经常吵架后，就对杜悠悠有了想法。他之所以能数次进出杜悠悠家，就是因为发现杜悠悠有在脚垫下藏钥匙的习惯，而最后一次换锁后，杜悠悠就没再将钥匙放在外面了。就在刘文勇犯难怎么才能再进到杜悠悠家时，杜悠悠却在买狗粮的时候不慎将钥匙落在了店里，刘文勇便趁机偷偷背了一把。那天晚上，当刘文勇看到张文军将女友送回家又出门后，他知道自己的机会又来了。就这样，刘文勇在杜悠悠神志不清的情况下，再次侵犯了对方。铁证面前，刘文勇要面对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杜悠悠以为自己的噩梦终于结束了，不料从事情曝光开始，男友却有意回避她。张文军觉得杜悠悠之所以会遭此意外，都是因为她不听自己的劝告，将自己的私生活暴露给外人。而最重要的是，张文军怀疑杜悠悠被侵犯的时候，可能是半推半就的。因为先前2人吵架分居的时候，杜悠悠曾请刘文勇吃过一次饭，还拍照分享到了朋友圈。张文军觉得杜悠悠是将刘文勇当成了备胎，对自己根本不专一。杜悠悠解释自己那样做是想刺激男友多关心自己，可张文军却并不相信。2人随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最终不欢而散。杜悠悠并不想跟男友分手，她明白男友是因为心里的疙瘩难以解开，目前只能等拿到判决结果，再去跟男友证明自己的清白。然而当杜悠悠拿到判决结果时，张文军却早已离开了这座城市。原来2人当天的争吵内容被丈夫听到了。直到儿子结婚遥遥无期后，丈夫最终因为生气加重了病情，第2天就不幸去世了。张文军悲痛欲绝，办完父亲的丧事后就向公司申请外调了。张文军觉得自己努力经营的爱情被杜悠悠搞砸了，2个人的缘分也就此结束了。经历了这一系列的变故后，杜悠悠开始反思，因为自己不懂得保护隐私，让一切曝光于社交平台上，才会让坏人有机可乘，最终伤害了男友，断送了爱情，更让自己受到了身体和心灵上的伤害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